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糖。昨天说完了星海作为一个奶辅的优点，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下它身上存在的缺点。UP 呢还是坚持我的观点，E技能没有太大问题，回复量 OK， 挂水率也 OK， 这个技能整体上的设计是可以的。目前看来，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Q 技能。第一，星海必须驻场才能回血，占用了主 C 的输出空间。第二，抗打断能力提升就像一个笑话，不过这个 UP 早就预料到了。燃神的抗打断能力，我心里还是有点逼数的，本来也就没抱什么期待。所以我在之前就说过了，星海如果驻场的话，钟离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三，水面跑动这个设计没有一丁点卵用，没有任何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渡河都不会拿它来渡。他开大招能跑过去的河，神里莫娜随便跑。这个功能设计出来，除了能让人觉得哇，好他妈的酷炫，就再没有任何用处了。不过这一点其实无伤大雅。那么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两个技能 ，E 技能的作用是脱手奶辅，而 Q 技能却需要驻场。这两个技能的设定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而所谓的 Q 技能是缺点，这个观点它也是站在星海的定位是脱手奶辅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的。但是星海它真的是脱手奶辅吗？众所周知啊，一个辅助它要做的是尽量去减少驻场空间，而不是增加。这么简单的道理，玩家都能想到，专业的角色设计师会想不到吗？那么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站在设计师的角度上再来看看星海。看一看设计师想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一种玩法？脱手奶辅难道真的就是星海的正确答案了吗？通过 Q 技能的设计，首先可以确定下来，设计师是一定想让星海驻场的。纵观原神所有的驻场角色，你会发现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一定都带挂件儿。那么也就是说，在设计师的眼里，星海它并非挂件儿，而是别人要给他做挂件儿。这个思路没有问题吧？然后我们再回到原神的起点。这个游戏它是讲究配对的，是讲究元素反应的，不是让你靠一个角色单打独斗到底。现在你再把上面这两点结合起来，最后的答案就是设计师想给我们呈现一个以星海为驾驶员的三挂件体系，也就是星海武装，并且这个驾驶员还可以节省一个奶妈的位置。在这个体系里面，驾驶员是没有多少伤害的，伤害靠挂件的元素反应来造成。这里 UP 的理解是，既然通过驾驶员给了全队的血量保障，那么就势必要牺牲掉驾驶员自身的输出，又有奶量又有输出，这种角色绝对是反平衡的存在。那么 UP 觉得到这里，星海的玩法才真正的浮出水面，脱手奶辅只是其中的一个玩法，而星海的真正答案其实应该是星海武装，以一个驻场期间可以给全队回血的驾驶员为核心的三挂件体系。现在扭回头来，我们带着这个体系再来打一下本期深渊最令大家烦恼的第11层。首先，水雷反应的大方向先锁下来，然后再带一个防打断的护盾，配对就完成了。没有雷神可以带皇女，没有钟离也可以带其他护盾，角色不是固定的，只要体系不变就行。在整个11层期间 ，UP 基本上没有刻意的去管队伍的血量，就是一套轮回反复的切换。挂件先甩一套技能，然后星海出来开 E 开大一直 A， 大招结束了再把挂件切出来展开一个新的轮回，以此往复，在一个很安全的血量状态下，深渊就打通了。而且下一期深渊大家应该也有所耳闻了，会有无视护盾的掉血怪。在这种大环境下，星海武装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而且这种大环境我估计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UP 其实很早之前就在直播间里说过，削弱钟离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事情，因为这个角色的护盾太 bug 了，太影响其他保护角色了。但是又不能明着调整钟离，那怎么办？那就调大环境呀。如今你看一下现在的深渊，再看一下下个版本的 BOSS， 你会发现 UP 说的没有太大问题。既然说到下个版本了 ，UP 再把星海武装做一个延伸，那就是双火流的星海武装。目前只有香菱可以扔过来，还差一个位置，其实没有太好的角色。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角色设计师的小心思。下个版本有一个火属性护盾角色叫做托马，恰好可以弥补上双火流星海武装的空位。剩下的一个角色正好可以省掉护盾位，然后继续来带一些辅助角色。现在说这个可能有点为时过早，但是我很难不去怀疑这是不是设计师在角色安排上的有意为之。UP 知道，即使我讲了这么多，还是会有人不买账。很多人其实不想听这些，不想听关于星海的探索，他们只想听你骂星海，就是要你喷，你喷就对了。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星海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只是在享受这个喷的过程。星海就是垃圾，就是要骂，谁骂他谁就是对的，谁就是我们的英雄。你就是收了米哈游的钱，你就是在洗。玩家这边我没落下好处，官方那边也不搭理我，那我做这些图什么呢？图一个问心无愧。我能把我的想法，把我的理解完整的传达给大家，那我觉得我就是问心无愧的。我们是人类，我们是有大脑的，我们是高级动物，我们要思考。如果人不思考，那和家畜能有什么区别呢？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应该都会发现，我玩游戏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的。
我只会按照我的想法来玩，从不盲目跟风。我也是非常鼓励大家去思考的，这个角色它适不适合你？你抽到它到底应该怎么玩？它还有哪些探索空间值得深入？真的不要跟风嘛，角色。最近这几个月以来的所有5星角色，哪个刚出来的时候不是被全网一通嘛？最后还不是都香的一匹？万物存在皆有道理，一个角色能被设计出来，肯定是有它的价值的。自己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它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人呀，永远不要忘记了思考，不要只做一个无脑的喷子。